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办过户那天，我发了条朋友圈，送给未出世的小侄子。我们姓氏相同，血脉相通。我是姑姑，他是侄子，亲情的延续，无言厚爱。闺蜜美宁不可置信地打给我：你以前最烦你妈倒贴侄子，怎么现在你直接送给他一套房？我脑子里仿佛一道惊雷炸开。我刚刚是把自己的公寓过户给了周牧吗？一向讨厌任何亲情是道德绑架的我，怎么会拱手让出一套房子？后来，当我看到自己脖子上的吊坠，终于明白了一切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和表弟周牧办房产过户的那天，我发了条朋友圈，送给未出世的小侄子。我们姓氏相同，血脉相通。我是姑姑，他是侄子，亲情的延续，无言厚爱。我妈立刻点了赞，然后是舅舅、外公、外婆。我正沉浸在母慈子孝的评论中，闺蜜美宁打来了电话。隔着手机，我依然能感受到那边的咆哮声。沈瑶，你是被盗号还是被夺舍了？你以前最烦你妈倒贴侄子，还说这辈子就算把钱扔掉都不会给表弟家花的。现在是怎样？你直接送了一套房。我的脑子里仿佛一道惊雷炸开。我刚刚是把自己的公寓过户给了周牧吗？一向讨厌任何亲情是道德绑架的我，怎么会拱手让出一套房子？美宁还在继续输出，这房子是你爸临走前留下的，说是给你以后结婚当嫁妆。你妈之前跟你张了那么多次口，哪一次不是被你对得哑口无言？现在这么轻易的就过户给周牧，你脑子是不是被门挤了？美宁，你这样说不对。我觉得你这是在破坏我家庭的和谐氛围。你毕竟不是我的亲人，有些事你不明白。这房子对我来说不是必备品。我结婚可以让男方出，但对周牧来说，没有这个房子，他们夫妻俩和那个没出世的孩子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家。我妈说的对，我不能这么自私。谁在说话？我第一次明白脑子管不住的嘴的感觉。可是事情还没完，姐，待会儿我要去接芊芊，顺便告诉她这个天大的好消息。你也知道，今天周五不好打车，你的车就先借我，过一阵子还给你。我忙不迭地点头，拿去吧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慢慢开，注意安全。沈瑶，你在大放什么厥词？这是你刚提的新车，给这个二世祖开，他万一开顺手不还了怎么办？大脑把自己骂了10000遍，也阻止不了伸出去递车钥匙的手。钥匙交出去的那一刻，大脑彻底放弃挣扎，另一种人格重新统治一切。我走了1公里，搭上地铁，在经历了2次换乘和1小时的占座后，终于回到了家。一进门，我讨好似的向我妈汇报：妈妈，过户已经办好了，周牧以后结婚就可以名正言顺住那套公寓了。这公寓虽然老了点，但我之前已经重新装修过，家电也一应俱全，可以拎包入住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瑶瑶，你做得对，你看你从小锦衣玉食，小牧一出生就没了妈妈，多可怜呐！你作为姐姐，对他是有责任的。以后小牧办婚礼，你也是要出点钱帮衬的。我妈敷着面膜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惬意地修指甲。她甚至没有抬头看我一眼。当我刚要走进卧室，她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快速跟上，径直走向衣柜，里面都是我置办的名牌衣物。她用指尖拎起一个迪奥的包。瑶瑶，早就跟你说，平常不要大手大脚。你表弟哪像你有这么多包，你就算是无功，
一只手拎一个也拎不过来。过2天，小木他们来家里，你大方点，送几个给他老婆芊芊当见面礼。人家毕竟怀了我们周家的血脉，等小木出生，你就升级为姑姑了。到时候你可得好好疼爱这个侄儿子，要像我一样事无巨细。我如同一个微笑的机器，嘴角上扬起适时的弧度，表情温顺。那当然，我会像妈妈一样，全心全意支持我的亲人。这里的包包让芊芊随便挑，实在不行也可以买新的。我正好到了一笔科研奖金。她挑眉，说到科研，我想起来，芊芊正在读研究生，离毕业还差点成果。上次小木说让你给帮忙弄个含金量高的论文署名，我已经答应了，你抓紧帮着办一办。我点头如啄木。我妈非常满意我的反应，她看了一眼我脖子上的吊坠，眼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。这可是个好东西，瑶瑶，你要一直带着，千万别取下来。这一夜我做了很多梦，我梦到爸爸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，他用手指头戳我的脑门，骂我没心眼。也梦到美宁，她倒是没骂人，反手泼了我一头凉水。等我睁开眼，已经是第2天中午，吓出一身冷汗的我准备去沐浴间洗澡。我在镜中看着妈妈送我的项链，无比宝贝地取下来放在台子上。这一刻，感觉有什么东西从我脑子里离开。沈瑶，你是不是被夺舍了？瑶瑶，你要一直带着，千万别取下来。2个声音突然在我脑中交叠回荡，搅得我头疼欲裂，电光石火间，我仿佛意识到什么，我可能也许大概被这条吊坠夺舍了。我在网上迅速找了位命理咨询师，向他诉说了一切。你是说你突然从独立女性变成了伏地魔？命理师瞳孔骤缩。对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像是脑子里有2种人格在打架。我听见一个声音说答应他，一会儿又跳出来一个声音说你别太离谱。师傅，我是不是人格分裂？命理师仔细摩挲着吊坠，仔细放在鼻尖嗅了嗅，半晌，他大手一挥，盖棺定论，你这是被人下了蛊。此话一出，吓得我不由变了脸色。下蛊？什么蛊？谁下的？能解吗？我慌张3连问。命理师慢条斯理道，这个吊坠里被下了魅惑蛊，这是一种很罕见的蛊虫，它以香气为食，这里面散发的味道会使中蛊者产生强烈的欲望和迷恋，甘愿为施蛊者做任何事。我震惊的表情还在持续。这种蛊一般作用于血亲之间。血亲，闻言我心里已明白了大半。解法其实很简单，一则先用雄黄、蒜子、菖蒲3味药用开水吞服，去污除毒，让你被迷惑的大脑逐渐清醒；再则要切断施蛊者和你之间的空间信息能量传递，即可摆脱香味的控制。换句话来说，离这个吊坠和送给你吊坠的人远一点。血亲，闻言我心里已经明白了大半，我喉间一梗，良久才听到自己颤抖的声音。那大概要多久才能彻底不被蛊所控制？21天。21天养成一个好习惯，你没听过吗？21天当然也能戒掉一个坏习惯，只不过见他沉吟，我心中暗叫不好。只不过什么？是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吗？孤阳不生，独阴不长。万物有利一面，则必有害一面。利越大，害越大。这种蛊过于阴毒，所以反噬性极强。你强行切断后，在中蛊期间违背自身意愿做的所有事，都会产生反作用。反作用，这下就有意思了。我沈瑶原本是独生女，有一个做生意的爸爸和体制内的妈妈。
家里一直很富裕，逢年过节有什么好东西也都紧着我。我喜欢芭比娃娃和公主裙，我妈毫不吝啬地置办了一柜子。我的钢琴兴趣班，我妈请来最好的老师到家里教学，直到表弟周牧的出现，让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。妈妈总是说，表弟一出生，他的妈妈就去世了，是个可怜的小孩，让我一定要学会迁就他。年幼的我不太懂什么是迁就，只知道当他花完了自己的零花钱，我就把我的给他。在餐桌上，他想多吃一个鸡翅，我就去加别的菜。诸如此类的事越来越多，我不禁陷入疑惑：我妈到底是谁的妈？直到爸爸意外离世，我和表弟一样，都成了可怜的小孩，但我依然要迁就他。高中毕业时，我妈取消了原本送我出国留学的计划。她说：“瑶瑶，你是我的心头肉，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读书，万一出点事，岂不是要急死妈妈？现在你爸爸不在了，妈妈只有你一个宝贝女儿，你就留在身边好不好？”后来周牧出国读书，我妈把为我出国准备的钱悉数用在了他身上。面对我的质问，他只是轻飘飘一句：“女孩子家在哪读书不是读？再说你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以后不还是要嫁人？你表弟不一样，他流着我们周家的血液，是周家的骄傲，他肯定会做出一番成就的。”从这天开始，我从妈妈爱我的谎言里幡然醒悟。后来我努力读书，大学毕业后继续考研，然后读博。我成为最年轻的副教授，但却不是妈妈心里正经嫁人，然后带着丈夫一起帮扶表弟的好女儿。于是我们开始频繁吵架，最凶的一次是为了房子。我任职的学校搬到了郊区，刚巧在那附近是我爸早年买下的公寓，现在周围都建设起来了，设施齐全。更重要的是，离新学校只隔一条马路。当我收拾行李的时候，却遭到我妈极力阻止。她拉着我的手，声泪俱下：“宝贝，你为什么要搬出去？你不在家里住，妈妈连觉都睡不好，做梦都要想你的门窗有没有关好，会不会有坏人盯上你。换平常我也就依了他，可我们家实在是离单位太远，这一来一回至少得2小时，这对打工人来说简直是噩梦。妈，我酒店离家太远了，又没有车，我总不能每天打车上下班吧？”我非常耐心地和他讲着道理：“那你就换个离家近的学校，反正不都一样。”“你瞎说什么？我现在这所学校可是重点本科，哪是随便就能换的？”“程瑶瑶，反正你不能去住公寓，绝对不行。”面对我妈突然的坚决，我终于察觉出一丝不寻常。“你今天不说个所以然来，这个家我是肯定要搬的。”我妈敏捷地抢过行李箱：“那个公寓是你表弟周牧的，你没有资格住。”听完这句话，我鼻腔发酸，眼里一阵湿润，强撑着再开口，依然是压不住的哽咽：“周敏，你偏心偏到太平洋去了，这是我爸留给我的，你来住都还得问问我同不同意。”“妈妈绝对不是偏心，在我心里你肯定是最重要的，不然我怎么会每天围着你打转，天天给你做饭吃？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怎么会亏待你？你放心，等我一退休，公积金立马全取出来，再给你买新房子。”我的眼神在他画大饼的构想里逐渐暗淡，心里像灌满了柠檬开水，又酸又皱。原来如此，在我妈的心里，对表弟的爱就是给他买房，对我就是天天做饭，好一个送房给他把爱给我的骚操作。那天吵架以我最后搬出去告终。我住进爸爸留下的公寓，擦干眼泪，开始置办新家。我妈那套为你好的说辞，见鬼去吧！
真正爱你的人，绝对不会只是嘴上功夫。从命理师处离开后，我去商场买了条一模一样的吊坠，原本的那条我毫不犹豫地丢掉了。我想起来那天是中秋家宴，一直不太亲近的外公外婆亲自来公寓堵我。他们说一家人总归是要吃顿饭的。那时我对我妈一家人已经有了防备心，去之前再三告诫自己不要心软，不能答应他们任何要求。出乎意料的，当天我妈居然绝口不提房子的事，反而格外热情地送了我一个足金的黄金月饼吊坠。她说：“宝贝，对不起，以前是妈妈不对，妈妈没有考虑到你的立场，以后我不会再逼你了，只希望你还能记得咱们这个家。”我心软了，我以为这是她温柔的示好，却不料是她给我戴上枷锁的陷阱。在全场人热切的注视下，我戴上了吊坠。那一瞬间，我感觉有另一个人住进了我的身体，我的意识开始逐渐模糊不清。朦胧中，我记得外公外婆相视一笑，舅舅一脸得逞，他冲表弟说：“放心吧，以后你表姐就是你的许愿池，想要什么她都会给你的。”原来如此，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，却如此心安理得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们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吧。我借口出差，在酒店一连住了小半个月。这期间，为了稳定我妈的心，我还是装模作样帮周木搞定了论文署名的事。姐，这次芊芊只是个第二作者，下次你再弄一篇，只署她的名字。周木在电话那头理所应当地提出新的无耻要求。这一个署名市场价少说得10万起，他倒是有脸开口。好的，小木姐，下次帮你留意。我把牙根都咬酸了，瑶瑶姐，你得尽快。眼瞅着我的毕业期限就到了，和我打照面总共不到3次的芊芊，也学着周木的口气颐指气使。我攥紧手机，用力到指尖发白，深吸一口气。好的。唯一的好消息是我妈高兴得无以复加，对我的离开丝毫没有起疑。她每天都会跟我打视频，以确保我带着她下了蛊的吊坠。宝贝，妈妈好想你，你让我看看你。咦，那个吊坠呢？对，你记得一直带着，这是妈妈求来保佑你的东西，你带着就会平安。我克制住心里无数恶毒的诅咒，露出甜甜的微笑。我知道了，妈妈爱你哦。幸好有美宁陪着我，她知道一切后，第一时间赶来，心疼地抱住我。我就说你怎么会干这种蠢事？那天你那番话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是被你妈用刀抵着脖子才那么说的。要不是你后来给我发消息，我肯定要报警了。我们虽然没有血缘，可我们是彼此亲自挑选的家人啊。美宁眼中含笑，那笑意直达心底，令人倍感温暖。我自嘲地说：“报警怎么说？说我被自己亲妈下了蛊。”美宁努力振奋我：“好在你都知道了，以后就算决裂也不会再心软。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车子倒还可以要回来，房子你可是已经过户了。”总不能去跟法官举证你被下蛊了吧？我压抑着内心翻腾的复仇火焰，咬牙切齿道：“那就要看看究竟会怎么反噬了。”我在完全没有解蛊的情况下回到了家中。命理师说我的毒已经差不多，只要我按时服药，即便是与施蛊者亲近，也不会再被魅惑。不是说在此期间我所做的一切违背意愿的事都会反噬吗？对于我妈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她的宝贝侄子和还在肚子里的侄孙子。既然她觉得这些都比亲生女儿重要，那我可一定要在周家的血脉身上动些手脚。换成之前，我最多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包上一个红包，可现在，妈，
这个月子中心是全市最高档的，采光好，装修好，最重要的是孩子从生下来的那一刻，你就不用再操心，婴儿的一切都有专业护理师全程监护，还有芊芊你也不用照顾。这里月子餐、产后康复一条龙服务，到时候你舒舒服服当你的姑奶奶。我带着我妈和周牧夫妻俩来到1个月10万的月子中心，他们在一通专业的介绍词和高档环境中赞叹不已。周牧两口子已经开始畅想住进来的生活了，倒是我妈还有些犹豫。宝贝，这里价钱是不是有些太贵了？你也知道，周牧还没有正式工作，你救救他。我佯装生气地打断，妈，你说这种话不就见外了？小木的孩子以后是要管我叫姑姑的，我当然要出一份力，这点钱我全出了，你们就负责踏踏实实住进来。周牧和芊芊满意的笑了，我妈也向我投来赞许的眼神。凭什么你们一家和睦，我永远是外人？凭什么你们可以趴在我身上，吸完我妈的血然后吸我的？我不会轻易算了，我要让你们全部得到应有的报应。除了月子中心，我还花大价钱给外公外婆报了高品质旅游团，给舅舅在学校介绍了份坐办公室的闲职。我妈对我最近的表现十分满意，我听见她躲在厕所里悄悄打电话。弟弟，这个方法真好，瑶瑶现在什么都听我的。原来她死活都不肯在学校给你找个活，现在怎么样？还不是乖乖听话？还有爸妈最近玩得可开心了，他们说这个团价钱贵，品质好，全程无购物，每天就是看山看水，住的还都是5星级大酒店。你放心，你是我的弟弟，周牧是我的侄子，我们姓氏相同，血脉相通，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。命理师说的反是开始一一应验，超强台风摩羯已经登陆本市，它是我国最强秋台风，受其影响，市区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。为了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特此通知各行各业停工停学、停运停航。电视里在播报这则新闻的时候，我正舒服地躺在沙发上，惬意地喝着红酒。厨房里牛排的香味正在弥漫，而舅舅、周牧和芊芊正在新房里接受台风的席卷。我那个房子已经买了10几年，房龄比现在这个老多了，而且位于20层的顶楼，正是最危险的地方。加上这房子当时我妈不肯出钱，无奈之下我只能简单装了下。门窗和玻璃这种平常无损耗的家具都是捡最便宜的买，平常倒还好，真要对抗台风，那可是脆弱的不堪一击。姑姑，我这里的大门和阳台窗户都被吹掉了，小区的电梯也停运了。芊芊怀着孕，这么高根本走不下去，你快想想办法。周牧在电话里向我妈哭诉，姐，我们这现在都有积水了，家里全是泥巴，还没有吃的。你要不让瑶瑶给我们送点吃的来，我们还能再坚持一下。我舅舅他一个大男人，还真好意思说得出这话。我妈在家里恨不得当场落泪，她忧心忡忡。瑶瑶，要不你去一趟？也怪你没在家里囤点食物，否则你舅舅他们怎么会这么惨呢？我努力克制骂人的冲动，一脸无辜。我也想帮舅舅和小木，可小木把我的车开走了。这个天气，外面哪里还打得到车？电话那头迅速传来舅舅的谩骂声：“你个小兔崽子，开你姐的车干什么？自己没本事买就别开。现在好了，谁能来给我们送东西？”嘟嘟嘟，信号中断。我妈眉头紧皱，我假装安慰她，脸上却闪过一丝笑意。那天求助无果后，
周牧不得已自己下楼。他在去买食物的路上，被台风吹起来的一块广告牌砸倒，当场身亡。消息传来后，我妈哭成了泪人。得到消息的外公外婆急匆匆想要下山，结果双双失足。当时我在抱团的时候，特意多追加了一道人身意外险。按照规定，旅行社和保险公司需要全额赔偿100万。我拿到钱的那天，正是外公外婆和周牧尾期的日子。看着我妈和舅舅在墓前哭成2滩软泥，我心里只觉得痛快。我装作悲伤过度的样子说：“先去开车。”转头和陵园负责人聊起一下买5个能不能打折的问题。我妈和舅舅很快强撑着振作起来，因为芊芊肚子里还怀着周家的骨肉，那是他们新的希望。只要是个儿子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妈喃喃自语，连续经历打击的她已经变得有些神志不清。她不知道用什么手段说服了芊芊，让她留下孩子，转头又开始四处托人想查孩子的性别。恭喜你，周女士，你侄媳妇怀的是个4胞胎。医生的话让我妈和舅舅狂喜。我在短暂的呆愣后反应过来，这也是反噬作用的一种。多胎妊娠早产的风险是单胎妊娠的6倍数，而且胎儿的死亡和脑瘫风险也会翻倍增加。建议家属为了孕妇和婴儿的健康，考虑一下减胎。我妈和舅舅对医生的温馨提示充耳不闻。你胡说什么？这是我们周家的宝贝，怎么可以减胎？我们4个都要，不管多少钱，我们都会出。他们用近乎迷恋的眼神看着芊芊的肚子，看得人心里直发毛。当晚，我妈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恢复到从前算计的模样。瑶瑶，我答应给芊芊200万，让她生下孩子，还有医院的费用。我问过，一个孩子的费用在5到6万元，4个孩子最起码也得24万。这个钱你得想办法帮妈妈凑一凑。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妈妈以后只有你了。我头一次在中蛊后用质问的语气和她说话。那么妈妈是想我怎么凑这笔钱呢？卖血卖肾还是卖身？许是我眼里的讽刺刺痛了她，她眼神闪躲。当然不是，我怎么舍得宝贝女儿这么做？妈妈的意思是，这些年你当教授，积蓄也不少，生孩子的这笔钱你一定有。至于另外的200万，我们卖一套房子，你再去贷款，这样一定够了。我妈眼里的狂热打消了我的最后一丝心软，她自动忽略了外公外婆留下的积蓄，舅舅住的房子。至于女儿的生活品质，负债后怎么还款，那都不是她会操心的事。她只是想吸干我身上的最后一滴血。妈妈，我会按你说的做，只要你开心，我什么都顺着你。但是这套房子最好还是卖咱们住的这套，这套位置好，面积大，装修也比周牧那套强，一定能卖出个好价钱。如果钱还不够，就让舅舅去网上求助，现在好心人很多，知道咱们家的遭遇，一定会伸出援助之手的。我一条条理性的分析，像是完全站在他的立场。我妈眼神一转，瑶瑶，你真是妈妈的好女儿。房子如愿卖了出去，我妈也把手里所有的现金交给我，她让我去处理所有的事情。有了那个吊坠，她认定我会老老实实听她的话。至于舅舅，也开始照我说的找来媒体大肆报道，希望能够得到社会的帮助。我是一个打工族，也是一个父亲。我的儿子意外离世，儿媳妇怀有4胞胎，医院大量的费用对我来说比较困难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帮帮我们。我舅舅在镜头中言辞恳切，还挤出2滴眼泪。可是天不从人愿，求助的消息一经发出，
立刻引发全网嘲讽。这种情况，医生肯定都会建议减胎。你不听的话，那肯定是有能力抚养，就别打我们的主意了。生育是要负责任的，不是玩儿。有勇气生，就得有勇气养。没钱你还养这么多，合着当我们网友是冤大头。4胞胎，丈夫还不在了，我真是同情这个孕妇。换做我是她，这4个都打了，离开这个奇葩的家庭。我是一个穷人，我想要一套大平层，希望网友帮助。各种或揶揄或批判的声音在网上传播着，这下不仅钱没有筹到，连面子也丢完了。网暴猛如虎，我舅舅接连经历打击，如今走到哪都被指指点点。他终于承受不住心理的压力，跳楼自杀。他走之前也给自己买了份保险，还留遗书说：“姐，用赔偿的钱去付孩子的医疗费吧，一定要保全周家最后的血脉。”我妈这下连哭都哭不出来了。当她拿出保单让我去找保险公司要钱时，我面无表情，眼神淡漠，声音如同鬼魅般冰冷：“你该不会不知道，自杀是不予理赔的吧？”确实，你不知道的事还挺多，比如这个吊坠已经不是你给我的那一个了。我妈猛然抬头，眸子里闪烁着惊恐：“瑶瑶，你早就知道了。”没有回应的沉默让她愈加抓狂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你故意骗我？我嘴角勾起一丝讥笑，目光异常冰冷。给你的亲生女儿下蛊。周敏，你倒贴娘家的创意还真是让我眼前一亮。幸亏我发现的早，不然现在早就被你啃得骨头都不剩了。我当你是妈，你把我当什么？你有一瞬间真的心疼过我吗？这段时间我都是装的，从论文到月子中心，再到给舅舅介绍工作，只要你开口，我都照做。你要得越多，最后失去的就越多。就像现在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给我下的蛊是会反噬的，我给你们周家花的每一分钱都会变成你的报应。现在你父母没了，弟弟死了，侄子走得更早。至于你心心念念的4胞胎，不妨坦白告诉你，芊芊那姑娘早就把孩子流掉了。她知道医生建议减胎被你们拒绝，早就恨你入骨。你猜得对，是我告诉芊芊钱确实重要，可那得有命花不是吗？就像你们周家从我这儿搜罗了这么些好处，又怎么样？一个个不都已经用不上了？说完这些，我内心无比痛快，可对我妈来说，简直字字诛心。沈瑶，你这个白眼狼，我当初就不该生下你。这么多年，我哪里亏待了你？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吗？你害死了那么多亲人，这辈子会受到良心的谴责。我在他绝望的嘶吼中转身离开，他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。这就是他最大的报应。我继承了所有的遗产，除了爸爸留下的房子，我把其他房产都卖了。我用这些钱在市里最好的地段买了一个大平层。至于我妈，她已经无力阻止。我以她精神状态不佳为由，将她送进了精神病院。毕竟她絮絮叨叨下蛊，反是那些词儿时，外人很难觉得他还正常。我会给他提供最好的医疗，他得好好活着，活得越久才会越痛苦。美宁，这是你的钥匙，以后我们就一起住在这儿。你要是嫁人，这里就是你的娘家。我要是嫁人，一定不会让男方住进我们的小天地。当然，如果我们都不结婚，就一起当个养老搭子吧。我在美宁的欢呼雀跃中，张开手接住了她的熊抱，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我的脸上。我听见每个完美故事结局都会有的话外音。恭喜沈瑶重新做回自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
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